好，这个郭先生，这个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以前呢，我想说几句闲话。因为我们这个明镜电视啊，是一个新生的中立性的这个电视平台，我们这个人手也是新的啊，像我也是从来没上过电视的，因此呢，这个我们在这个直播过程中呢，说不定会出现一些这个错误技术性问题也可能发生一些这个技术性的故障，那么呢，请大家多多包涵。此外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明镜电视播放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播放被意外的因素给中断，我想大家有点耐心我们会争取尽快的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么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以前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说介绍几个明镜为今天的郭文贵专访第2季呢准备的6个直播的网。那么呢，像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我们6个直播网，如果哪一个网出现问题呢，可以切换到另外一个。那么我们第一个直播网呢，就是明镜火拍，这个是在 YouTube 上的。那么第2个呢是明镜脸书，第3个呢是明镜广播，那么第4个呢是明镜推特，第5个呢是明镜网，那么第6个呢是明镜时报。此外呢，有兴趣的观众也可以通过明镜电视24小时和明镜电视直播台这2个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现在我们的今天对郭文贵先生的第2季专访正式开始。那么首先问这个郭文贵先生，就是说第1集这个节目你这个火爆程度那么大的话呢，你们家里的人你们公司的人他们有没有收看你们的第1季的节目？另外就是说我在推上看见好像你们公司在北京招人，那么你们公司在第1集节目播送之后呢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是不是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你这个接受明镜专访第1季之后呢，你和北京的那边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就是说良性的互动等等，有这方面的信息吗？好的，小平先生，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首先呢，在这第1季播出的时候呢，事实上有一个背景，可能是网友们不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农历的28这个时间，我是在伦敦，我在家里面接受的你们的采访。在这个采访前的2小时吧，不到2小时的时间，我的女儿呢，在2016年12月10号是被带走的，她是在那一天，就是我上节目的前将近2个小时是被放回来的。所以当时我是很纠结的，因为我要是说上节目呢，很有可能我女儿又被带回去了，但是我不上呢，我觉得确实对不起这个明镜的承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当时的初衷。但是当时你们知道，我就确实上了节目了。事实上当时我的情绪是很激动的，因为这有很大的这么个背景。那么节目播出的时候呢，事实我准备的资料呢和要爆料呢，也不是仅简单那个傅振华，实际上我还是很多的。但由于那个背景的考虑呢，确实我没往下深度的报道。那么那天呢，就是即兴的讲了很多的这个，那天就咱们1集说的内容。事实上那天我准备的比那个要深度的多。那么播出以后的影响呢，这个没有超出我的想象这个我认为这个应该比这个影响力还要大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些内容它跟很多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播出以后呢，确实是有2个方面是超出了我想象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有关部门的反应非常的正面，非常正面。而且在这个反应当中，我真的是可以看到，我还这么说很多人可能是对这个国家呀体制在海外批评比较多，但我发自内心的说，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好人。而且我觉得咱国家这个不能乱了大家全完了那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这个民族就完了。第3个，我认为现在中国确实还在比较慢或者是比较快，是个人观点，但是确实在往法律渠道方向积极的在走。因为我这是播出以后呢，相关部门呢马上就做出了反应做出反应。首先对我在上次这个节目当中所涉及到的人，特别是傅振华涉及到的事儿，就马上就有指示，特别是最高领导
这个我是听说啊，这个没有证据，听说习总书记明确的这个指示啊，不是批示，指示有关部门对上一集的节目当中的事儿啊进行核查啊，这核查啊，核查不是调查，核查。那么更重要的具体的反应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跟我当时有联系的人领导，那都是我过去认识这些领导，这领导都是真是20多年了，我也是听着这领导的名字，但没见过面。这领导素质都非常非常好，人非常非常正派。20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些人啊。这个非常幸运的是，这位是跟我联系人是他们啊，我很高兴。2年多来，专案组一次都是用威胁的口气啊，就跟我联系2、3次。一会儿在背后，一会儿咱们后面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这实际的录音啊，大家一会儿会看到，你们会听到是怎么威胁的。那么这样的领导呢，素质很高啊，政治这个觉悟性很高啊，人家很有修养，很真实啊，也非常接地气儿，很理解。在这个一期节目当中的这个问题啊，人家非常好的和我进行了沟通。那么这个一期节目当中最大的表现，最大的一个这个积极的推进是，马上在习总书记的关心下，这个专案组进行了调整。傅政华原来专案组组长，现在改成了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汪永清先生。这汪永清我不认识啊，但是汪永清先生秘书长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派，是一个法律的专家，人非常非常好啊，这个非常的公正的人。然后呢，这个大连的专案组的组长是这个刘乐国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这个他也是一个这个法律专家啊。那么北京公安人呢，基本就不让他管了啊。那么同时大连专案组也进行了具体的调整。那么当然在这个调整当中啊，专案组的人是照样是在这块有下边人被李友啊和李友这些政治局委员或常委股东买通的人，还试图掩盖、销毁证据、串谋串供。比如说你们谁也不能说关过郭美，谁也不能说这个抓过这个他们公司的几个董事，没有扎脚镣手铐。比如说大家要共同的说，哎，现在这个你们要任何人来调查都不要说打他们了骂他们，这些都在有。那么但是呢，专案组却走向了积极的方向。那么更加明显的事情呢，就是在专案组的这个调整之后，跟我联系的领导人非常积极的啊，非常正面的高效的去跟我的家人进行联系，进行安慰，同时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比如说2年来，你想想我们一个企业是吧，一个私人企业，那么我们的账户全是被封的，公章全是被封的，文件被封的，公司里边长期驻扎了10几个专案组人员，就上次我说的鬼哭狼嚎的这种情况，每一分钱的支配都要听他们说了算，大部分员工被威吓给这个撵走了。那么人家这个调整以后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女儿原来不允许上班，明确专案组说你不准上班，上班就把你抓回来，离京也得报告啊。然后呢，每天打报备电话啊，包括我家人都这样。那么我女儿回来了，我4个没回来，我6个还在里面呢啊，我的侄女还在里面呢，我的副总啊、老总啊、财务总监啊10几个人还在里面呢。那么我的董事还在里面呢，只有我女儿回来了。但是公司这个完全就处于一个崩溃状态，所以我给这个领导呢就沟通，我能不能让公司正常运转？因为呢，我郭文贵不会往外拿1分钱，资产你们继续查封，我不要求解封，但是把这几千名员工的生活维系下去，你得让他开支啊。还有一个，我们公司的总共欠外债大概180亿，涉及146家，我这些债主们让他给人家钱呢，是吧？那么这个新的这些专案组领导是非常知情达理的，然后呢，经过了解以后，就撤出了驻扎在盘古的专案组人员，把这个公章给还了。把这个保险柜给钥匙给了，密码给了，把档案给打开了，然后呢，正式的就是跟我女儿谈话，因为他不正式谈话，员工不敢见我女儿啊，多害怕呀。说你可以回来正式上班了，而新来的领导非常客气，很有礼貌啊。然后说你可以回来上班了，然后呢，我们都撤出，有什么事呢？咱们在这个案情未了之前，你可以直接跟你沟通。然后呢，我的女儿就正式上班了，然后允许继续招聘新员工。这个，然后呢，正常经营，这是个很大的一个举措，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在登出了广告，我们叫社会传出了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也就是说，盘古政权如果涉及法律纠纷，再依法解决就可以了。第二个，员工是没犯法，不可能都犯法，让员工正常上班。第三个呢，我女儿她没有犯法，你让她工作是正常的。
更重要，第4个是很多人家这个跟我们之间企业有债权人146家，人家是无辜的，我们应该跟人家积极沟通，给人家偿还债务。那么第5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这些离开的员工，被胁迫离开的，大多都回家了，不敢待在北京，他们也没犯法，可以让他们回来上班。所以我们在下面打上一条，就是过去离开的员工优先回来。第6条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说，郭美回来上班，就证明了现在国家是有法律的啊。这个专案组呢，这个现在是这个过去的一些行为是得到纠正的，也给我所有的合作者和所有的员工和所有的家人给了一个积极的信心，这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所以呢，我觉得一期的节目呢，还有网友们给了我和我这个公司呢，很大的帮助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小平先生。好，我很高兴听到你传达的这些比较积极的消息，你们的公司的员工的境况得到了一些改善，你们公司的金融状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